气。不换，一件重宝你都不换，不换。那2件呢？2件重宝就要一件在外面便宜无比的感应器，这是我所能承受的最大代价了。人类，你该知足了。哼，不换。你知道不知道这是重宝？整个冰域一共才多少重宝？不换。你若断绝我出去的希望，我以不计断你的生路。你说，我该不该杀你？杀了我，你也得不到感应器的权限。更何况，你还杀不了我。好，既如此，我便将我最重要的一件宝物与你换。一个石头牌子，看清楚了，这可是宇宙第1大势力祖神教的兽神传承令。兽神传承令来自祖神教。祖神教在宇宙诞生之初便随之诞生，不争霸宇宙，不插足争斗，向整个宇宙亿万族群吸纳强者。不过，他们完全走精英战略，导致整个教派才3000多位强者。祖神教成员数量极少，却能超越6大巅峰族群，成为第1势力。兽神传承又号称是教内的最高传承。这枚传承令，就是你通往祖神教最高传承的钥匙啊！想好了？成交。好，你先把感应器给我，验证一下功能。你在说我？你屏蔽虚拟网络，叫我怎么验证？传承令还没到手，要是我现在就让你连接虚拟宇宙，你大可趁机传递信息给你的同族。一旦你的目的达到了，又怎会给我传承令？你先将传承令交予我，我再给你开启权限。不行，我给了你兽神传承令，你逃掉又怎么办？堂堂南方冰域之主，害怕我逃掉？如果你再不做决定，那我就走了。一件兽神传承令，如果你永远无法离开冰域，又有何用？等等！若你食言，我必定发布悬赏，让冰域中所有强者追杀你，至死方休。权限已开启，告辞。人类，这兽神传承令就放在你那儿片刻，但它终究是我天狼族的。交易看似大涨，但传承令价值远高于一般重宝，斯波瓦不会轻易放弃，我必须早做准备。首领，我刚刚得到我弟子斯博瓦传来的消息，他被关押在无华秘境的冰域处，在没有资源、没有强者指点的情况，现在已经修炼到封王无敌的层次。我想要去救下我的弟子，可是面对那青斗高尊者和紫斗高尊者，不惜牺牲兽神传承令，只为求一个传讯的机会。
是的，首领。既然是我天狼族的一位锋芒无敌，那我便亲自去一趟吧。首领，您亲自去，这斯博瓦知道定是激动感激，荣耀无比。我也许久没见那紫豆蔻了。这便是至宝。见天狼变者如见吾身，尔等为何不跪地相迎？天狼殿，号称天狼族最伟大至宝，来的人难道是？天狼之主，有事您吩咐即可，何苦压迫我族人？我降临，他等自当匍匐恭敬。我天狼族有一族人被关押在你等兵狱中，将天狼族斯普瓦及其从属即刻释放。是。我们出来了！啊，首领，多谢首领相救！将兵狱中关押的一名人类也放出来，我要带他走。人类？没有人类。你敢说没有？忘记我麾下族人刚刚出来，当然知道里面有一个人类。没有。有趣，有趣。这人类是谁？看下来颇有来历。难道是人类族群某位超级存在，和你们有了约定，所以你们宁可违逆我？人类族群的好事，我当然要破坏。交出那个人类，否则我只能躲了。只管释放他即可。好。是斯普瓦，他身旁的想必就是助他离开的高手。
他仿佛就是宇宙法则的化身，其实力应该已达宇宙之主。哼，首领一来，不但兽神传承令要物归原主，还得赔上你的命。人类，我认得你。没想到身为界主，竟能凭借至宝藏匿气息，伪装成不朽。我的本源法在这里，在那位首领面前失效了。你的潜力似乎很不错，只可惜人族天骄的微弱星火必须及时扑灭。千宝盒是千宝盒，混沌城主，既然来了，还不现身？之主，身为一族之长，却无故对我人类后辈妄动杀念，未免太过猖狂。这就是老师的千宝盒分身。混沌城主，那人类榨取我兽神传承令，你竟要袒护于他？离开，还可保全你狼崽子的性命。看来这刀鹤王确是你极看重的后辈。今天我就给你个面子。这2000多年，谢谢两位照顾我人类后辈。那天狼之主也就嘴上嚣张，在老师面前还不是只能灰溜溜的退走。不过，他竟能一眼看穿我的界主身份，被他看破，终究是一大隐患。我们需早做防范。正好，与你得的这枚兽神传承令也有些关系。我有些事同你商量。你老师真眼王修炼的也是兽神之道。修炼兽神之道的强者其实不少，七剑王就是其一。只是兽神牵扯着祖神教，属于宇宙的一大秘密，一般都会保密。像你的事，就从未对外公开。之所以现在提起，是因为真眼王修炼的是土空间的兽神融合之道。那不正与我得到的兽神传承令相吻合？七剑王是得到了族群发放的兽神传承令，以你的天赋，应该也能轻易获得赐予。可真眼王不同，他天赋不如你们，还不足以享受族群最高资源。可若全凭他自己，恐怕机会千载难逢。老师不用多说了，
我愿将兽神传承令赠予真眼王老师。哦，这么快就决定了？你想清楚了？只要能帮到老师，我做出点牺牲又何妨？你能知恩重施，很好。经过就是这样，这块兽神传承令真是我自己得来的。你厉害啊！戏耍了青尊者不说，还从天狼之主那儿虎口夺食。不过，就算是你自己的，这么重要之物，对你自身也大有用处，怎能随便给人？老师可不是别人，我知道你比我更需要他。你先拿去用，弟子要得到族群的赐予，不难。哈哈哈哈哈！好样的，我果然没收错徒弟。只是要连累你再多等些时日了。哎，小事。混沌城主老师说，既然天狼之主已看破我身份，必定很快会将消息传遍宇宙。届时，各大巅峰族群定心生忌惮，不惜一切来杀你。我人类高层自然也不会坐视不理。我正好借此理由，为你申请兽神传承令，让你尽快提升，无惧强敌。以你的天赋加上他的面子，100%能成。这是金空间的兽神传承令。这些传送门可屏蔽追踪，安全开启神国传送。我这个仆从的信物坐标距离传承之地不远，乘坐宇宙飞船半年可到。那不是真眼王吗？他居然离开混沌城了！真是的，真眼王旁边那位是谁？会不会是真眼王的弟子罗峰？我们都没见过这男子，气息威压又那般强大。对了，传言都说刀河王就是罗峰，非常有可能。刀河王也是界主，纵观他过往的那些惊人战绩，人类界主中也只有媲美柯蒂的天才罗峰有相当的实力了。他们猜得真准呐！徒儿，你现在这名气可不是一般的大啊！毕竟人类族群中强者就那么多，生面孔又和老师您走得近，猜到也不稀奇。你的麻烦不小哦。管他呢，出名也不一定就是坏事。哎呀，我本来有艘80倍光速的生物飞船，可是被兜寇尊者拿走了。哈哈，我倒是有艘90倍光速的，总算有些可骄傲的了。哦，我刚好利用这段时间修炼第3块金属板。徒儿，马上就抵达传承之地了。这就是传说中的祖神秘境，它的直径最大1.6亿光年，媲美一个宇宙国大小。传说祖神秘境最常见的就是黑虫旋风，小股黑虫旋风便会令宇宙尊者重伤，大股的足以湮灭宇宙尊者。好，我
我们继续深入。传承之地坐标就在这儿。心神之能，清醒的倒快。是宇宙尊者，气息旖旎的我都不曾发现。我是祖神教的接引者，拿出你们的兽神传承令。若是没有，擅闯我祖神教重地者，死！跟我来。哪里？这是刚才看到的河流。竟是由无数极光组成，这就是传说中的五彩极光湖。你倒有点见识。五彩极光湖直径最大处10光年，威能无尽，是宇宙中最强至宝之一。单指一道极光击落，便足以重伤宇宙尊者。进岛去吧。进去。看，紫荆岛就在五彩极光湖内。这极光不是威能无限？这可是宇宙最强至宝，只要被他认可，便可安然进入。徒儿，我先试试。老师。罗峰，我们进去。是，老师。紫荆岛是你们这些传承者的暂居地。到处都是强者的气息。记住，五彩极光湖范围内禁止杀戮，个人的居所与私人财产也不可强行侵占，否则会遭极光制裁。见过岛主后，你们可在空地处建造居所。这里便是岛主殿，从那儿能看到祖神教真正的核心。那是祖神宫。由3位祖神轮流坐镇，周围是8大兽神居所，再往外是护教兽神殿、72神将大陆以及3000神使星辰世界。护教兽神是那些得到了完整兽神传承，又不曾继承兽神尊位的强大存在。紫荆岛主便是护教兽神之一。
你们入殿觐见岛主吧，我的任务到此结束了。之道。从此刻起，你们两个便是紫荆岛的传承者。我赐予你们进入荣耀世界、传承之地、宝藏之地、秘境之地的权限。这是虚拟世界感应接收器，可进入荣耀世界。宫殿外的3道水幕，则是通往其他3处的传送通道。传承之地是接受兽神传承、演示法则变化的地方。每次传承都会先观看你们的法则感悟进度。兽神传承共分7重，每重都有1次免费参悟机会。若要再额外增加，便只有去荣耀世界获得积分。第3重颇有收获。在进行了一次奇妙的传承感悟之后，老师感觉到突破在即，立即进入了闭关修炼。而我则在一位新结交的鸿蒙好友陪同下，来到了历代兽神及超强修炼者们留下至宝的宝藏之地。发现宝藏只是其一，必须符合前辈强者设下的限制要求，才能取出其中宝物。我们谁都不知道，那些超级强者设立宝藏时定下什么苛刻条件。最讨厌！千羽，暗物族，人类的走狗，同样可憎。呀，别上去，那可是宇宙尊者，他们生活在这不知道多少年，早就熟悉规则。他的攻击连周围山峰都没丝毫损坏，连你我身体都没碎裂，只是欺辱一番。尊者又如何？欺辱小辈很了不起吗？有本事杀了我！一个小小蜂王，竟然还敢对我不敬！我便是对你不敬了，又怎样？有趣，梅山，这次踢到铁板了吧？来，动手杀了他，振振你的声威。顶天狼之主在祖神教的宝藏之地发现了疑似刀河王的行踪。这眼神是他。那宇宙尊者怕触发他手中的最强火神元晶误杀了他，自己也会被五彩奇功杀死，只能被告得下不来台。哼，刀河王真是一如既往的狂妄啊！我很佩服你的胆色，记住，我是北神尊者，有本事你就一直躲在五彩极光湖，躲在人类老巢内。鸿蒙的家伙，别挡道！这祖神教的虚拟空间，
比起虚拟宇宙，就是小巫见大巫，似乎只有一个方便聚集对战的中央广场。这里众多传承者显然形成了一个个的小团体，互相间泾渭分明，有强烈的对立感。干一个！有新人啊！他们都认定我是刀河王，那我就叫刀河好了。这一族符号，一群文盲，这是地球文字。是他！他们都认定我是刀河王，那我就叫刀河好了。刀河王，传说中的刀河王，就是那个刀河王。荣耀世界排行榜，我的位置在这儿。不同层次的传承者会归类在不同的排行榜，7重最高。七剑王，按照战斗胜利失败次数进行排名，赢的可以得到荣耀点，100荣耀点就能兑换额外的传承机会。先前与你一战，甚是畅快，日后可多多切磋。广场上有数千万传承者，而鸿蒙这边竟然才有1000多人。这里！就是他，刀河王现在风头正盛，机械族、妖族悬赏早已公开，要是把他打得满地找牙，定能声名大振。七剑王，那个团体是北疆联盟。虽说都是些弱小普通族群聚集，实力不如我们鸿蒙，但祖神教发放的传承令分散在宇宙各地，他们族群多疆域分散，来的人也就多。那北疆联盟就爱嚼舌根，别理他们。荣耀点珍贵，大家本就谨慎，极少发出妖战信。他们还因为嫉妒，总挑唆其他族群别接受人族的妖战，可烦了。看什么呢？我收到了很多妖战信。也对，你的名气实在太大，不服气的天才会有很多，你恐怕能收到上千封吧。已经超过6万封了。什么？刀河王一个界主，单靠法则感悟秘法，根本不可能击杀蜂王极限。是啊，肯定是有至宝或奇异寄语，但在荣耀世界中对战，所有人都使用同样强度的神体，兵器装备也只能在荣耀世界内选择。他的那些宝贝在这儿可派不上用场。妖战，我要好好蹂躏那传说中的刀河王。你可要慎重，一旦接战就不能反悔了。他们都是来自各族的绝世天才，大部分都自创了巅峰绝学，有几个甚至创出了究极绝学。如果输了，需要等1纪元才能有新的一荣耀点。究极绝学，我自创巅峰绝学就已经令混沌城主老师称赞了。刀河王，我帕厄卡芬四王向你挑战，你敢不敢进？年纪这么大了，靠的不过是诸多技具吗？刀河王有实力就跟我赌3荣耀点。刀河王，刀河王。太妙了！哦，那新来的人类竟然接下了62万多场妖战，这倒是紫金岛未曾有过的趣事。如此强横的神体，太
太棒了！我还没成为不朽，就能在这儿使用10万倍借助之力的神体战斗。刀河王，就是个没有宝物加持的界主，真是没用。带我去会会他。热身完毕，接下来第2战，受死吧！又一个送荣耀点的来了。我也得给他送荣耀点了。不靠任何外在条件，一名界主能站在3重传承者之巅，我算是服了。没想到他能做到这种程度。祖神教这次得给人族培养出个超级强者了。不过，后续针对罗峰的暗杀行动，怕是会越发疯狂。这刀河王绝不能留。他若成为宇宙尊者，便将拥有宇宙之主的实力。到时可比无法复活的宇宙之主威胁还要大。我们妖族的附庸族群，在祖神教接受传承的有谁？少时尊者现为5重传承者。我们狱卒地处边陲，不如先坐山观虎斗。那占着核心疆域的4大族群，自会演绎出好戏。将刀河王列入优先击杀的人族名单，选一个合适的时机。是，我主。父神，即刻铲除人类刀河王。是。空万族绝光，拜见虫族女皇。看遍我虫族联盟，以绝光尊者最为合适。孔万族擅长灵魂控制，被极光湖湮灭造成的损失，等你复活后，联盟都会弥补。最好灵魂控制那刀河王，绝了人类逆转时空复活他的可能。控制不了，就当体击杀。结束了。你的荣耀点已经超过了61万，100荣耀点就能兑换1次珍贵的传承机会，真是收获颇丰啊！怎么还没出来？可恶的人类，真是胆小！我在钻研兽神之道的同时，与那62万场战斗不断印证。如今，我的兽神之道已经接近第3重圆满。
现在地球人本尊、金角巨兽都能施展瞬移，不过空间法则的封锁和绞杀方面还得再参谋。该出去接受新一轮的兽神传承了。尊者只为你一个界主，你该骄傲了。好快！是妖族阵营的赵石尊者。我先观察一下。控制我为奴仆，做梦！什么？他的灵魂防御竟如此强大，那就去死吧！找师尊者和罗峰的气息。找师尊者出手攻击刀河王，一遭灭杀，而刀河王的躯体也已完全湮灭。这刀河王的羽翼可是价值连城的至宝啊！祖神教有令，传承者之间严禁抢夺行为。刀河王已死，他便是无主之物。飞进去了？不可能！刀河王还活着。是刀主。赵氏尊者未尽命令。岛主，在我教中里刺杀传承者。即使通过逆转时空手段复活，我族神教也定将继续追杀，至死方休。岛主。看起来毫发无伤，难道有传说中的分身天赋？刀河王没死。
祖神教传承者，刺杀他，必将受到祖神教灭杀。从未见过祖神教如此重视一名传承者，要在此刺杀罗峰，只怕难上加难。一名宇宙尊者的代价，竟也无法伤到刀号王分毫。下一步，你可有对策？祖神教发布的追杀令，已令我妖族联盟成员胆寒，不敢妄动。恐怕现在只能等待时机。这枚眼中钉，我誓要拔除。我已练成兽神七杀第3品与事无羽翼第2形态。然而，我的名字早已传遍宇宙，分身天赋也在人前暴露，更成了3大巅峰族群刺杀的目标。此等提升还不足以自保，若要更快提升，最佳方法就是利用金角巨兽的天赋秘法，孕育出第3分身。祖神秘境作为宇宙最高等秘境，聚集着宇宙中最多的特殊生命。若能在此获取一名强大特殊生命的身体材料，第3分身便指日可待。秘境看似瑰丽，实则是最危险的秘境之一，连宇宙之主都可能被困于此。你要是不慎被杀，就得不偿。我若一味规避凶险，等一族耳目再次找上门来，恐怕也只能任人摆布。而且在秘境之中，我已找到十分适合的特殊生命作为第3分身。好强的吞噬之力！此地果然凶险，相较而言，这里却安静无比。是宝物。这颗晶球竟然与我魔杀分身的晶核产生了共鸣，而且它散溢而出的法则之力不断涌入我的晶核，这是为何？下方看似是一汪水池，但本源法则力量异常充沛，而且不断向上方的金球汇聚。这种奇异现象下的造物，不会错的，是空间之心。空间之心？空间之心蕴含着丰富的空间法则能量，是需要经过漫长岁月，直至成体形态才能积累而成的。而且魔杀分身擅长空间法则，它的能量会涌入你的晶核，说明你们相性极佳。空间之心为我所有，你休想觊觎！靠近的无声无息，这名异族至少是宇宙尊者级别的实力。灵
魂竟然不受丝毫影响，那便只好陨落于此。你要杀人夺宝，就别怪我自爆了。你应该知道我在五彩云华掌控会有什么结果。如今，就算你成功自爆，也无法破坏我的神力保护。光脑损坏，无法散播信息。你唯一的生机已经没有了。你以为我就没有其他通讯手段吗？我的其他分身仍能用光脑发布信息，届时各族的超级强者都会知道空间之心的下落，而你势必留不住他。说，你想要什么？眼下敌我力量悬殊，又有空间之心的能量一直在涌入我的生命晶核，先拖他一拖。我的生死被你一手控制，就算你给我什么宝物，恐怕等你得到空间之心，就会立即杀我。我又怎么信你？有什么交换条件？你提。让我想想。我没有夺得那空间之心的野心，但是我也不想陨落。可现在，我不知道怎么才能信你不杀我。好，既然这样，空间裂缝消失了，成体了，终于成体了！3000纪元了，不枉我每天过来扫荡一次。空间之心是我的了。怎么回事？不！他的能量耗尽了，看样子是回光返照，最后的光芒了。难道是先破灭后新生？你看着那空间之心吧，我就不奉陪了。走了就走了，反正空间之心已经成体，就算他通知谁来，也根本来不及了。不可能，空间之心怎会无故碎裂？难道是那可恶的传承者冲进了五彩云华，引起了特殊反应？就算他冲进五彩云华，可那已经是空间裂隙消失。空间之心完全成体之后的事了，怎么会碎？怎么会碎？你用拖延战术把空间之心积蓄的能量全部吸收，你谋杀分身的力量已达到100倍建筑之力。要知道，你的金角分身也只有10倍呢。不只是力量，我也由此领悟到了新的天赋秘法——玉。坐稳了。在半径1万公里的领域内，我能
化身为上万公里的空间，随后便可出现在该领域内的任何位置。现在，我们总算能回归原来的计划，寻找第3分身。出发！此处名为9幽时空，是我此行的目标。世界树的所在地。若世界树能作为第3分身，拥有3大优势：其一是掌控时空的天赋能力；其二是其巨大体积能储存巨量神力；三是能强化神国，避免外敌入侵。只是这座岛屿的植物生命攻击性极强。这第一步，必须先设法避过他们的警戒，来到世界树面前。太慢了，近一点，近一点，近一点，已经这么近了，近一点，近一点，再近一点。竟然没有落叶，没办法，不能捡，只能抢了。摔下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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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摔下来！可恶的外族！这么强，竟然未及反抗就被杀死。这棵世界树虽然只有戒除级，但已经有了封王的水准。仅凭魔杀分身尚不足以抗衡，我必须借助外物。这颗火神元晶能炸死封侯不朽，那棵世界树也就戒除级。而且也没法燃烧神体，肯定挡不住。杀！是外族不毁我之业。天意材料已到手，走。周围时空仿佛凝固了一般，完全动不了。难道？父亲，让我亲自杀了他！胆敢杀我子孙者，杀无赦！七七好惨哦，跳了那么多叶子。七七，要不是父亲，那一族可就逃跑喽。小七，那一族逃跑手段的确很厉害，瞬移消失都会引起空间特殊波动。若是让这一族逃掉，就很难再找到他。他既然伤你，我便帮你惩罚他，难道不好吗？不好！那你就好好努力，像你大哥他们成为不朽，就不怕那些异族了。一定是最强世界树。听闻他与宇宙尊者的等级达到了宇宙之主的战力，鼓起一阵风，便能将我分身灭杀。
那世界树肯定警惕起来。那我怎么办？最强世界树，你那等身份何必跟我过不去？1、2片枝叶，连9牛1毛都算不上。你出手，不是掉价吗？但接连2次失利，我已对最强世界树的攻击方式有了一定了解。此次我另做安排，当不会再有术士。